近年来，关于贫富差距的讨论往往集中在收入分配的层面，关注不同阶层在收入上的差异。这种方法确实能揭示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但仅凭收入分配来解释贫富问题，已显得捉襟见肘。随着经济体系日趋复杂，财富的积累、分配与再分配的动态机制更加多元，许多隐藏在收入背后的因素被忽视。譬如，资本增值、产业结构变化、政策对财富流动的影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等，都在塑造着当前的贫富格局。因此，要更准确地理解贫富差距，不仅要看收入，还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是理解贫富差距的关键。每年创造的财富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来衡量， GDP 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一年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以2023年为例，我国的 GDP 已接近126万亿元。这庞大的财富是如何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决定了不同主体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机会。近年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显著，比如在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 30.1%， 显示出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这个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首先，国有企业通常涉及垄断性行业，例如电力、能源、通信等关键领域，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较高，竞争相对有限，因此国企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此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政策倾斜，使得他们在资本、资源分配和政策红利上占据了优势。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以2021年为例，全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20.3 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10.7%。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在经济活动中获取的份额变得更加显著。国家通过税收、土地出让收入、国有企业红利等多种渠道获取财富，增加了政府的经济实力。然而，这种财富分配模式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劳动者在整个财富分配中的份额逐渐缩小。虽然 GDP 持续增长，但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企业利润的增长。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普通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获益程度相对有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许多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是全球化、技术进步和资本集中的结果。国有企业的利润增加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表面上看似国家和企业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实际上这也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劳动者的份额缩小，使得社会财富在少数主体间的集中现象日益严重，贫富差距因此进一步拉大。但是这样 GDP 的增长并不直接等同于全民财富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在财富向企业和国家集中，而劳动者的份额逐步缩减的背景下，贫富差距的问题愈加突出。灰色收入也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所谓灰色收入，指的是那些不通过合法途径申报、未纳税或未被公开记录的收入。这种收入的存在不仅增加了财富的隐蔽性，还使得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大打折扣。据研究，2008年我国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 5.4 万亿元人民币，而这些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少数高收入家庭手中。这意味着，财富通过不透明的途径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因此不断扩大。这种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制度不完善、政策漏洞以及垄断行业的不合理收入分配。腐败问题尤为突出，在一些资源密集型和垄断行业，如能源、电信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巨大的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企业和高管手中。这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还通过工资、奖金、
津贴等形式，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公。此外，公共资金的流失和寻租行为也是灰色收入的来源之一，这反映了制度在保障公平分配方面的缺失。具体来看，2008年的数据显示，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26倍，而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这一差距仅为9倍。由此可见，统计数据往往无法反映真实的贫富差距，部分收入的隐性存在极大程度地扭曲了贫富之间的实际差距。许多高收入家庭通过不透明的途径获取灰色收入，而低收入家庭则因为缺乏机会和资源，难以摆脱贫困。这种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的公平性，也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 GDP 为30万亿元，其中高达 9.3 万亿元的隐性收入未被统计，而这其中的 63% 集中在 10% 的家庭手中。这表明，社会财富在少数家庭手中高度集中，绝大部分普通家庭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机会。财富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是财富分配中的一个核心环节。这种流动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缴费等机制实现。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国家的手中，而国家则通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形式将部分财富再分配给公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资源的分配往往并不对等，国家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导致普通民众的税负压力逐年上升。税收是个人财富向国家转移的主要渠道之一。虽然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月收入低于5000元，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实际上，税收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我们购买的日用品、食品，还是使用的服务，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为都隐含着税负。这些税收形式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其他间接税种。这种隐形的税收方式，使得低收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也承担着相当比例的税负。例如，我们购买的每一瓶矿泉水、每一件衣服，甚至是每一个苹果，都包含了税收成本。尽管这些税款未直接以税单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它们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被转嫁到了消费者的头上。因此，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群体，尽管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在日常消费中，他们依然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研究，中国的税收体系依赖于间接税，这使得低收入家庭实际上承担了相对较重的税负。除了税收，社保缴费也是财富从个人向国家转移的另一重要途径。理论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旨在通过再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保障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然而，现行的社保制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一方面，社保缴费的比例较高，例如5项社会保险的缴费支额通常占工资的 30% 到 40%。对于许多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而言，这个比例明显增加了生活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社保覆盖率和福利的分配并不均衡。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常常由于制度门槛或者工作性质未能参与社保体系，从而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同时，一些高收入行业和垄断企业的员工享受着相对优厚的社保福利，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公平。税负和社保缴费的增加，让许多人感受到生活成本在上升。即便是低收入群体，也无法完全摆脱为国家做贡献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财富从个人到国家的转移，如果不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提升或者社会保障的改进，
往往会导致社会对财富分配体系的质疑。特别是在当下，许多公共财政资源被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维持行政机构运转，而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部分相对较少，这使得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效果不明显，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个人财富存量的变化是影响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过去10多年里，中国的房价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年均增长率超过 12%， 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幅。这种房价的飞速上涨对财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拉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首先，房价上涨对富有群体来说是一种财富增值的机会。富有群体通常拥有更多的房产资源，当房价快速上涨时，他们的资产大幅升值。这种增值不仅仅体现在房产本身的市场价格上，还包括租金收益的增加、抵押贷款的便利性等多方面的优势。对于已经在房地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高收入家庭而言，房价的上涨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增值资产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这种增值往往是被动发生的，不需要额外的劳动付出。例如，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在2001年至201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2.1% 和 12.9%。这一增速远超同期的居民收入增长，使得拥有房产的家庭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财富的大幅度积累。而且，房产作为一种长期保值的资产，在抵御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时也具有强大的优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已经达到 60% 以上，这意味着房产已成为多数家庭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房价的快速上涨却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境。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这些群体无法轻松进入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房价高企的一线城市。即便他们有能力购房，沉重的房贷负担也会进一步挤压他们的生活开支，使他们的经济压力更加沉重。长期来看，房价的上涨使得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财富增值的机会之外，从而在财富积累上与富有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房地产市场的高回报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形成了越富越买、越买越富的恶性循环。这使得房价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成本的上涨，更是资本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不均的象征。富有群体通过购置更多房产，将房产作为投资工具，而低收入群体则因房价高企无力购房，甚至面临租房成本增加的问题。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财富效应，即资产价格上涨使资产持有者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大幅增强，进一步扩大了财富不平等。这种不平衡的财富积累对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构成威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的家庭资产分配高度依赖于房地产，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中，房地产占据了家庭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而这种资产分配模式的结果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低收入群体不仅在购房上陷入困境，连带租房成本的上涨也会使他们的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最后，财富在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转移也是贫富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经济系统中，财富往往通过各种机制从普通劳动者向富人和企业集中。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常常采取压低工资、减少社会保障支出等手段，将劳动者的财富转移到企业内部。这种财富转移的方式不仅压缩了劳动者的收入，还进一步加大了他们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负担，导致其财富积累速度远远落后于资本所有者。
企业通过压低工资、减少福利等方式来提高利润，是常见的财富转移形式。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资本的集中，企业倾向于控制成本，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削减员工福利等手段来增加利润空间。例如，许多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通过外包或临时合同工的方式降低劳动者的长期保障。这种行为虽然有助于企业利润的增长，但也让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受限，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社保支出减少则是另一种常见的财富转移手段。企业减少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费用，或通过多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规避社保支出，直接削弱了劳动者未来的保障。根据一些研究，部分企业通过提供短期合同或兼职工作来避免长期社保支出，使得员工在工作期间的福利保障大打折扣，尤其是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被大幅削减。这种做法虽然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劳动者在未来面临的社会保障风险却显著增加。银行的负利率政策也是一种隐形的财富转移形式。所谓负利率，指的是银行存款的利息水平低于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储户在银行存的钱虽然名义上增加了，但实际上由于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在下降。这种情况下，储户的财富实际上是在缩水。负利率的背后，实际上是资金从普通民众向富人和企业流动的过程。富人和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能够以极低的利率获取资金进行投资，而普通储户却只能承受财富的贬值。例如，在经济增长放缓或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政府通常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活动。然而，这种政策虽然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有利，因为他们能够以低成本获取贷款并进行资本投资，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存款回报率却越来越低，甚至出现负回报。这种情况下，实际的财富是在从普通储户手中转移到企业和富人手中。这种财富转移机制还加剧了社会的金融不平等。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主要财富形式是银行存款和工资收入，而富有群体的财富则更多地体现在资本市场、房地产投资等高回报领域。银行通过负利率政策让资本更容易流向那些能够承担风险的富裕阶层，而普通劳动者则被局限在相对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存款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负利率政策在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进一步不均。资本市场也是财富转移的重要载体。在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中，富人往往能够通过投资获得高额回报，而普通民众则由于资金限制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不足，难以参与其中。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富人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机会，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速却远远赶不上资本回报率。以中国股市为例，尽管市场波动较大，但富裕阶层能够通过长期持有优质资产获取超额回报，而许多普通投资者却因缺乏金融知识和经验，在股市中损失惨重。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资本的回报率，如股息、租金、资本增值，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这意味着资本所有者的财富积累速度远超普通劳动者。这种资本优于劳动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总结而言，贫富差距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过程，涉及到多个关键环节。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开始，不同主体间的分配不均造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差距。随后，财富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双向流动中，通过税收、社保等机制，进一步拉大了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异。与此同时，个人财富存量的变化
特别是在房地产等资产领域，使得富有群体的财富持续增值，而低收入群体则难以参与财富增值过程，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最后，企业通过压低工资、减少福利等手段，以及银行的负利率政策，实质上将财富从普通劳动者手中转移至富人和资本所有者，加剧了贫富不均的现象。